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两天呢，有一家叫 Follow Bank 的瑞士的一家金融公司吧，申请破产了啊。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是在里面做这个黄金啊、外汇啊这些交易的。好在呢，就是这个瑞士啊，在瑞士开的这个金融公司呢，它都有一个金融的监管。那么只要是你的金额在10万瑞士法郎以内的呢，你都能获得这个赔偿。因为它这个监管呢，就是你客户的资金啊，它是直接就是只能存放在一个独立的客户的资金里面啊，这个是受监管的，所以呢，就是它能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你的交易金额投资的金额大于这个10万法郎呢，那么你就呃收不到你的这个保障了啊。那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这个视频呢，就想聊一下大家这个在交易这个CFD 外汇黄金这些产品呢，应该选什么样的公司啊？那么我呢也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用过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体会啊。首先呢，就是我现在我只用英国 FCA 监管的这个公司来做交易啊。那么尽管有人会说，对吧？那么英国 FCA 监管的这个交易呢，只能够有30倍的杠杆，但其实30倍的杠杆呢，对许多职业的交易员来讲呢，都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杠杆了更何况我们这些都不是职业的交易员，对吧？那么选这个英国 FCA 监管的这个原因呢，主要呢也是因为啊，如果他这个公司发生了破产或者说跑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吧，那么会获得10万英镑的这个赔偿还有呢，就是相对来说呢，比如说你在这个价格上，或者说这个服务器上那么它都是比较优秀的，像什么滑点还有一些这种价格不准确这种问题呢一般来说都很少会发生所以呢，这个是我首选英国 FCA 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我来就讲一讲我用过的一些平台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同样的瑞士的这个瑞讯银行。瑞信银行呢它也是一个金融公司其实但是呢，在瑞士从事这一项 CFD 或者交易的这个金融公司呢，它都需要有一个银行的资质它会给你设置这个银行账户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所以呢，就是瑞讯银行呢，在安全性在这个资质的这个上面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当时也是觉得这公司应该挺大的，对吧？反正看起来挺好的。但是这个公司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成本太高了就这个成本呢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你进行转账的这个成本比如说你它这个点差，对吧？它的这个点差，还有就是它里面有各项这种服务费反正就是只要在就是你用到的各种服务之间呢，基本都是要付费的这个呢是让我觉得就是这家公司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它也有会产生一个滑点的价格的这种滑点的问题，这个而且其实是挺严重的。因为有一次呢，有一个交易就是呃在凌晨吧，凌晨5、6点的样子，那么黄金就一下子向上先拉升了30元美金然后呢过了没多久它又
下跌了，又回到了原位。那我当时呢，我看看别的公司呢，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到的，但是这个瑞讯银行呢，它当时没有到，它大概跟别的公司差了10几美元的价格，啊，那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发现，第一次发现，后来呢，我就对这个公司呢，我就会有一些看法吧，对吧？那么瑞讯银行的优势呢，就是基本上它是所有的地区呢，你都可以去开户的，除了它一些有限制的一些金融制裁的这些地区那基本上别的客户呢，你都是可以去开户的这个是比较好的。它的产品也比较全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是要投资很多像内容的，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家公司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讲讲这个Plus500Plus500呢，它是一家以色列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我觉得在界面上在这个操作的这种体验上面尤其是对一些新手，或者说对一些对产品就不是特别熟悉的，对吧？就比如到底是我买多少就是这个手的产品，然后呢，这个杠杆是多少，然后我可以盈利多少？就它的这个页面呢，设计的非常的智能化非常的人性化，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它的优势。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审核对客户的审核呢，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就是你在开通这家公司以后，你要去注入资金的时候呢，它也会对你的这张注入资金的这个卡它会有一个审核确认这是你本人的卡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严格的一方面。那这家公司总体来讲就是安全性也是很高的那么它的成本呢，我觉得是不属于最贵的但是属于比较中间偏上的这样的成本。总体来说呢，就是这是一家比较好的公司我觉得从这个交易方方面面来讲，对吧？但是呢，它是对开户呢，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地区审核什么，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再说说一个叫Tickmill 的公司Tickmill 的公司呢，其实很多做交易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对吧？这是一家以这个低成本著名的公司。那么大家呢，经常会把它和一家那个叫 ICMarket 放在一起去对比，对吧？对比他们的交易成本，因为他们呢都有一些无点差只是收手续费的这样的账户。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公司呢，它也有FCA 监管的，就英国监管的这个账户。它也有就是在那些什么塞舌尔监管的账户那我个人呢，注册的是那个英国 FCA 监管的账户我总体使用下来呢，我觉得呢，在那个交易体验上面比如说什么滑点什么价格精确度之类的呢，这个方面没有什么问题，非常好。成本确实是非常的低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国的客服就你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中文客服或者是英语客服，对吧？那么他们的中文客服呢，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们是相当的我觉得不专业对于很多
就是金融方面的这个知识呢，他们是不了解的，并且呢，我有一次呢，就是存款入账，但是呢，他没有给我及时到账啊。那么按理说呢，当你使用这个卡去入账的时候呢，它是应该秒到的啊。这在大多数公司都是1个小时之内，对吧？但是基本上是秒到的。但是呢，这个让我等待了挺长的时间，并且我都找到了客服啊，然后那个客服呢就开始找各种理由。后来呢，我就找了英语的客服啊，那么很快就给我解决了啊。那这家公司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开 FCA 账户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现在他们只愿意给居住在英国或者欧洲的地区呢去开这个 FCA 账户，他们不愿意就是给其他地区的人去开。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理论上呢，其实只要这个公司他愿意，他有这个 FCA 监管那么他可以去给任何地区的客户开这个 FCA 账户，这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我要再说一家这个叫挖路的公司。这个挖路的公司呢，它是一个新开的公司吧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它能够给所有地区的人呢都开 FCA 账户就是英国监管的。其实这个给你开一个 FCA 账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家公司它是注册在英国的比如说你在这个麦当劳英国你去买了一张会员卡，然后呢你在麦当劳美国你去买了一张会员卡，那么你在这个英国注册的这个公司呢，你的资金或者说你的所有的这些在这个公司的一个交易呢，你是受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监管管理局是会这个受它的监管，就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呢，很多人不明白他觉得就是我开了一个品牌，为什么就是我最后资金损失了，我没有获得赔偿因为别人就说，哎，你是在这个塞舌尔监管的这个公司下开设的账户，所以你应该去通过塞舌尔监管进行处理的后续的这个事情，对吧？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这个挖路公司呢，它的交易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它呢也是有这个手续费账户就是没点差的这种。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我也认为呢，它有可能它是一个新开的公司所以呢，他就希望多招揽一些客户，对吧？那么后续呢，有可能当他的客户非常多了，他可能也不愿意再给就所有地区的人都开设这个 FCA 公司的 FCA 监管的账户当然这个是有可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开设这个挖路的这个英国 FCA 账户呢我把我的这个邀请的链接呢放在下面大家后续可以去开通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备无患，对吧？即使你不需要未来万一你想通过这个监管呢，对吧？我觉得呢，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当这个资金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不管它是什么监管其实我在里面可能我用来交易的这个资金我都不会超过它监管的金额。就像这个 Follow Bank 对吧？它也有监管，是瑞士的监管，但是它倒闭了，你只能够要回他们承诺你保障你的这个金额。那现在这样的这个市场上这种公司倒闭其实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吧？好吧，那么接下来再说一说
就是这个IC 啊，IC 这个公司，IC 这个公司呢就叫 IC Market 嘛，对吧？那么它呢，是一家在澳洲监管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它也是以低成本跟点差低啊，就是著名的，对吧？那么许多人就去开设，他还经常搞活动啊，就是什么充值啊，他给你送什么红包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么这种公司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风险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呢，经常啊，我遇到的几次了啊，就是什么，它的服务器出现问题了啊，就是在交易了一半，突然不能交易了啊，然后你登录不上去啊，然后你问客服呢，他就说服务器出现问题了，这个不是一两次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有几次了啊，这个是我唯一呢开设过的一个赛斯尔监管的账户啊，后来呢我就再也没用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只要发生过一次啊，我就觉得风险系数就很高，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盛宝银行，盛宝银行呢也是一家欧洲的啊这个金融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它有一些股份呢，它是被这个中国上海的一家叫吉利车企呢给收购了啊，但是独立运营呢，还是这个由那个由那个欧洲的这个团队来运营的啊，所以呢，应该来说啊，它对中国的客户来讲呢，它是比较友好的啊，就是你只要凭一些中国的本地的资料啊，你就可以申请到这个盛宝银行的账户。那么这个当然了，就是你在注入资金的时候呢，你是需要用那个海外的账户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要求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它一切都非常好啊，一切都非常好，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成本比较高啊。那么它的交易的这个手续费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它的这个什么贷款的这个利息啊，就是因为你交易 CFD，你是需要有一些啊借贷的嘛，对吧？所以它这个是非常高的。那么资金的安全性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然后价格啊什么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啊。那么它也可以做股票啊，也可以做 CFD 的产品，也可以做期权啊。它产品线也很全啊。那么很多人呢都拿它跟那个瑞讯银行去对比，对吧？从那个价格稳定性或者说服务器各种方面，我个人认为它比瑞讯银行这边我觉得就是稳定性要更高一点。但是呢，就是交易成本呢它是除了点差之外呢，它也有一个手续费啊，这个手续费是来回双向的啊，也是比较贵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一说啊，就是盈透证券啊，盈透证券啊是所有我前面说的这些公司里面呢，我觉得安全性最高的一家啊。就如果说我有许多资金我要从事这个 CFD 或者外汇交易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放在盈透证券里面啊。但是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啊，它跟那个盛宝银行其实差不多，就是在那个交易手续费方面它都是来回它要收这个交易手续费。那么就你一买一卖呢，你这个手续费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呢，它是随着你的交易的金额的就是你下单下的越多，金额越高它的手续费就越贵这个比例在
比如说你一天下10单左右啊，就是来回买卖等于20次。如果你的交易金额都是在1万美金以上单次啊，那么差不多这个要收取200到300美金啊，就是这个交易费用。所以这个是非常昂贵的啊。那如果说资金大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不错，对吧？如果资金比较少呢，我就觉得就意义就不大了，对吧？还有就是说一下那个 IG 呢，因为它是对各个地区就是你居住地在哪，你可以开哪里的这个 IG 的账户，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处理方式的就比如说我在西班牙嘛，那我开的这个 IG 账户它就是西班牙的，那么它所有的全是西班牙语啊，或者说西班牙的客服啊，西班牙的经理啊，对吧？这种呢就是会交流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西班牙语不是特别好，对吧？所以呢，再说有这个英国监管的 FCA 的账户我肯定更愿意使用FCA 的账户，对吧？好吧，那这个视频就讲完了希望大家交易多多赚钱，谢谢。